大家好，首先我来问您一个问题，您猜为什么赵丽颖看了《野蛮生长》的剧本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草莽出身的许半夏的主角重担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剧本就是为他度身定做的，所以才让他毫不犹豫的呢？如果您真的这么猜，只能说猜对了一大半。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剧中人物的身世与经历、奋斗与挫折，深深打动了这个赵丽颖，她更在这个剧本中找到了就连曾经的身边亲密的爱人都无法唤起的一种心灵的共鸣。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您如果特别喜欢赵丽颖王一博身上那种与别不同的率性与纯真、可爱与笑容，就先欢迎您继续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就像赵丽颖的一路走来，就算在她最高光的日子里，同样她的每一天都依旧是汗水，每一步都依旧是艰辛。赵丽颖的前夫冯绍峰曾经提到过生完孩子后的赵丽颖坐月子时候的一个小细节。他说，我有一次抱孩子，一转头就看到了赵丽颖泪如泉涌，整个人哭个不停。这让冯绍峰有些摸不着头脑。结果赵丽颖一边哭着一边对他说，能不能对孩子轻一点，温柔一点。或许时至今日，冯绍峰到今天都还搞不明白赵丽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的敏感和焦虑呢？换做您又是怎么去想的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写下自己的观感和理解。就我而言，其实在四大名著《红楼梦》中，贾宝玉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女人开心的时候会哭，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哭，感动的时候会哭，激动的时候更会哭。哭只是女人情绪的一种发泄和表达而已，然而这种表达方式所传递出来的意思其实再清晰简单不过了，那就是两个字，理解。也就是说，对于冯绍峰而言，你对赵丽颖好的时候，她注定会温柔似水，托付终身；你对她不好的时候，她也会对你心凉似水，不再信任。所以当时赵丽颖的失声痛哭，不只是提醒冯绍峰抱孩子要温柔一点，更是在提醒冯绍峰对老婆也要关爱一点，情绪上多照顾一点，多体贴一点。结果呢，当时的冯绍峰没有理解，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再去理解了。在4月20号，也就是双方客客气气官宣离婚的3天前，有好事者拍下了赵丽颖从上海豪宅搬走一刻的画面。她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扛着好多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漏夜回到了北京。当时的画面是，除了帮手拎行李的工作人员之外，赵丽颖的身旁没有任何亲人的陪伴。这个孤独的赵丽颖，当年静静悄悄地嫁到了上海，今年又孤孤零零地回到了北京。您能体会得到她在这一天里的切身感受吗？是悲哀呢，还是心痛呢？是孤独呢，还是解脱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写下您2个字表达出来的个人的感同身受。阿奈的小说《不得往生》，也就是赵丽颖这次痛痛快快接下来的《野蛮生长》的原著中，除了励志的精神和曲折的故事非常吸引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深刻的共鸣，敲击着每一个能够读懂这部书的人们的心灵。这种共鸣就像一个人站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十字路口的感觉。一方面你会感觉得到
自己就像许半夏一样，辛苦打拼了大半辈子，人生终于出现了曙光。然而，就在那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一刻，突然之间也会让人非常非常的感触，那就是自己的前半辈子仿佛一转眼、一转身就没了。那些一路上发生过的风光、美好、无悔、青春、记忆与欢笑都过去了，都注定成为了历史，再也找不回来了。所有的前尘往事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这种心态无人能知晓，只有自己，只有这个许半夏，只剩一个人的思考了。这是一种藏在内心的深深的孤独感，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另外一方面，当一个人翻越了巅峰，达至了人生理想之后，由于眼界、格调、阅历和心态的不断蜕变，环顾左右，便会突然间发现，那些曾经一道打拼、一道努力的小伙伴们，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渐行渐远，不见踪迹了。而且让人难过的是，这种外在的孤独感也是不可逆转的，就跟岁月一样，根本无法回头。赵丽颖就如同剧本中的许半夏一样，虽然站在了人生的高处，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视野和豪情，让她成为了无数人励志的楷模。然而她的身边真正能够读懂她的人，真正可以支持到她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在这个娱乐大染缸中，我们不难看得出，在许多场景之中，赵丽颖的身影都是异常孤独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跟许半夏一样，都是草根出身，都是底层打拼，他们内心的真实需求跟他们所处的现实圈子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格格不入的。就像我所提到过的娱乐圈存在的鄙视链一样，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追求已经不再停留在单纯的物质层面上了，而是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了。所以当他们飞得越高，就越容易发现能够互动互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虽然社交的应酬越来越多，然而内心的孤独却越来越强，越来越深。野蛮生长的原著再次印证了一个搅扰人间数千年的无奈的真相，那就是每个人都属于群居动物，无论你再聪明、再强大、再顶流，都是在一种需要与被需要的往复循环当中生存着、进步着。孤独需要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恰恰掌握在懂你的人手上。愿赵丽颖最终遇见那个可以比翼齐飞、心有灵犀的对的人。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深刻理解甚至感同身受他们身上特有的孤独感，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宝贵的能量和陪伴。而这种能量和陪伴既可以为您自己带来疏解和快乐，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在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宝贵的时间。